Hello， 大家好，我是正正，欢迎回到我的频道。因为做了几期核辐射事故，被许多新的朋友认识，所以我也被好多人称作为辐射区 UP 主。感谢各位打赏给我这个拉风的称号。那么今天我们再来讲一个屌炸天的人，还是和辐射有关，所以各位先准备好3连，做好防护措施，免得身在福中不知福了。哈哈，开个玩笑。在视频开头先问大家一个问题，在你17岁的时候，你都在干什么？可以在弹幕里或者评论区告诉我。可能有些小伙伴还不到17岁，那可以说一下自己对于17这个年纪的憧憬。应该大多数人都在认真读书，希望能够考一个心仪的大学，到时候就可以放飞自我了。或者还有背着同学和老师，偷偷和隔壁班的女同学发展一段地下恋，商量着一起报考同一所大学。这些美好的青春却都没有发生在这个美国人的身上。此时此刻，他在自家后院里建造了一个核反应堆，还把附近的地区都搞得充满了放射性。令人震惊的同时，人们也不敢相信这是一个青少年自己搞出来的。没错，那一年他也17岁。当我还在没日没夜的背诵化学公式的时候，人家就已经搞了一个核反应堆出来了。不过，就当所有人都猜测他日后必定会成为科学家，但是他的经历却再次出人意料。那废话不多讲，今天我们就一起来了解一下这位少年的跌宕人生。1995年的6月26日，这是再普通不过的一天了。美国密歇根州的奥克兰县迎来了一群奇怪的人，他们穿着防护装备，带着人工呼吸器，正在用电锯拆除某幢房子后院的棚屋，还把碎片塞进了一个大钢桶里面。仔细一看，上面赫然印着放射性警告标语。虽然工作人员在安抚附近的居民，但这么大的阵仗骗不过他们。原来该棚屋受到了危险的辐射。更可怕的是，该地区将近40万的居民都有可能会受此影响。然而，这一切的罪魁祸首竟然是17岁的大卫·哈恩。那要问为啥他能够酿成此次瞩目的灾难，这还得从他的童年时期说起。1976年的10月30日，大卫出生于密歇根州。然而，他的诞生并没有挽救父母的婚姻，所以当大卫还在蹒跚学步的时候，父母就因感情不和而离婚了。很快，大卫的父亲再婚了，他就跟随着父亲和继母生活在克林顿镇的一所房子内。而到了周末，他就会去母亲家里。因此，整个童年时期，大卫都过着两边跑的日子。这个满头金发的瘦小伙，小时候非常阳光，他喜欢打棒球、踢足球，后来还加入了童子军，度过了一个平凡快乐的童年。然而到了10岁那一年，大卫的生活有了不一样的变化。起因是外公送了他一本化学实验宝典，这本书简直为他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里面讲述了该如何在家中建立实验室，以及各种实验指导。很快，大卫开始对此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尤其是对化学实验情有独钟。随着年龄的增长，大卫开始变得越来越腼腆，性格也变得内向，不擅长交朋友，只喜欢独自一个人在家做实验。俗话说，兴趣是最好的老师。12岁的时候，大卫就已经能够轻松消化掉父亲在大学里面的化学书。父母很支持他对化学的热爱，但前提是在没有闯祸的情况之下。然而在暑假时期，大卫参加了童子军活动，其他的男孩都偷偷的跑去女孩子的营地玩，只有大卫独自一人在研究镁粉制作成烟花，结果把帐篷炸了一个大窟窿。大卫自然是被赶出了营地。后来又因为一次实验意外，大卫差点把家给炸了，自己也被送到了医院。在这次风波之后，父亲担心房子早晚会被夷为平地，于是禁止他在家继续做实验。随后，大卫只好把业务转移到母亲家里，因为有了前车之鉴，他提出把后院的棚屋当作实验室。在学校里面的他严重偏科，因为大卫只对化学表现出兴趣。曾经他告诉教授，自己一生的梦想就是要收集元素周期表上的所有元素样本，这让教授对他刮目相看。由于对化学实验过分热情，大卫很少有谈得来的朋友，因为他经常会在吃饭的时候谈论食物的化学成分，所以没人能够接得上话。于是他便成为了同学口中的聊天终结者。为了能够购买更多的实验用品，大卫开始打临时工赚钱。除了上学打工，大卫的其余时间都在实验室里面。母亲不知道他在搞什么鬼，经常在棚屋里戴着防毒面具，有的时候甚至会忙到凌晨2点钟，然后进屋前把自己的衣服都丢掉。虽然这很疑惑，但母亲认为是自己不懂化学，所以经常一头雾水也就过去了。不过大卫曾经说过一句话让他印象深刻，那就是我的实验项目与创造能量有关，总有一天我们会用完石油，我想为此做点什么。1991年的5月10日，大卫被授予了原子能功勋奖章，因为他绘制了一张显示核裂变如何发生的图画。又在参观医院放射科之后，了解了放射性同位素的医疗用途，最后使用果汁罐、衣架、苏打吸管
厨房火柴和橡皮筋等物品，建造了一个模型反应堆。不过正是这一荣誉彻底激发了大卫在家制造增值反应堆的想法。那么什么是增值反应堆？就好比你开车跑长途，出发的时候你只有半箱汽油，当你回到家的时候，你的油箱不是空的，反而是满的。增值反应堆就像是这辆汽车，不仅能够发电，还能够产生新的燃料。但无论是常规反应堆还是增值反应堆，都依赖于天然放射性元素，通常是铀235或者钚239之类的，以此作为裂变持续反应链的燃料。那么问题来了，一个10几岁的孩子究竟要如何获得制造核反应堆所需要的材料呢？不得不说，大卫精神可嘉，为了获得放射性物质，甚至灵机一动，为自己炮制了新的身份。一名尽心尽责的物理教授，他设法通过邮件联系和管理委员会与同位素生产和分配主任唐纳德进行了学术讨论。唐纳德向这位教授提供了分离和获取放射性元素的技巧。在这期间，大卫还询问了这些放射性物质所带来的危险。唐纳德向这位教授保证都是非常轻微的，毕竟当放射性材料构成任何危险，那不管什么数量和形式，都必须经过核管理委员会颁发的许可证。为了能够进一步拿到材料，大卫还声称，为了自己不想浇灭学生的热情，能否告知一些购买放射性物品的价格和来源。当然了，狡猾的大卫最终如愿以偿。而唐纳德并不知道的是，自始至终这位只是通过邮件没有露脸的人竟然只是个孩子，而谁又能想到和他讨论这些东西的并不是一个上了年纪的老人。后来大卫从童子军原子能手册当中了解到，镁241可以在烟雾探测器中找到，镭226一般用于古董夜光表盘，在一种叫做沥青铀矿的黑色矿石当中可以找到铀238和微量的铀235，在科尔曼式的煤气灯当中也可以找到土232。于是大卫开始马不停蹄地收集起来。他联系过烟雾探测器公司，声称他自己手头上要做一个项目，需要大批量订购。最终这家公司以低价卖给了他大约100个烟雾探测器。由于不确定镁241的具体位置，大卫还写信给了一家电子公司。一位客服看到之后写了非常详细的回信。随后大卫自己摸索，成功提取出了镁组件。为了得到锂，大卫还购买了价值1000美元的锂电池。总之就这样东拼西凑，大卫从各种渠道获得了原材料，最终希望创建一个增值反应堆，使用低水平同位素将土和铀的样本转化为可裂变的同位素。而此时安全2个字早就已经抛之脑后了。就当他在棚屋里忙碌时，家中的辐射水平也不知不觉地一直在上升。其实大卫心里很清楚，于是用专门的仪器探测电离辐射，果然在母亲家的5个门上都探测出了辐射。他惊慌失措，迅速拆掉了此次的反应堆。1994年8月31日凌晨3点左右，警方接到了报案后找到了大卫，有人怀疑他偷窃。警方打开了后备箱，发现了一个上了锁的工具箱，还用胶带密封着，附近还散落着化学品、玻璃瓶等等。大卫告知工具箱里面有放射性物质，随后警方就立即触发了联邦放射应急响应计划。经过放射学家的调查，棚屋里面的污染程度已经是正常辐射量的1000倍，大风大雨等天气因素都有可能导致污染物的迁移与释放，预计会有40万人受到此次辐射的影响。10个月之后，也就是开头那一幕，一帮人来到母亲家开始清理。他母亲的房子被美国环境保护署定义为超级有害物的清理场所。而在此之前，大卫的母亲还担心自己的房子因为过多的辐射源被没收，已经事先丢掉了不少实验材料，而且只当做了常规垃圾处理。没有人知道此次辐射范围究竟有多大。最终，大卫所有的实验残骸和放射性碎片都被装入了密封桶中，集中销毁，并将其作为低放射性废物掩埋在犹他州。当时，环境署还提供给大卫进行一系列的体检，看看有无副作用。但被大卫拒绝了。他声称不相信自己会活不过5年。多年来的科学研究被毁于一旦。1996年，由于大家都知道大卫的事迹，所以给了他一个新的名字——放射性童子军，以此被大家唾弃。母亲也因为顶不住压力而选择了自杀，女友也和自己分了手。之后，大卫陷入了严重的抑郁症。父亲鼓励大卫前往马克姆社区学院主修冶金课程，但他经常逃课，整天无所事事，萎靡不振。最后，父亲忍无可忍，把他送去了新兵训练营。大卫被分配到了核动力航空母舰上服役。虽然自己无法再做实验，但他会继续研究自己感兴趣的话题。退役之后，大卫回到了密歇根州。此时他已经被诊断为患有偏执性精神分裂症，据说还开始大量吸食毒品，幻想自己有能力用意念电击自己的下体。后来有人举报称，大卫曾经透露过自己会再建造一个反应堆，虽然可能是风言风语，但此时他的精神状态已经很差了。2007年8月1日，大卫因从公寓楼的大厅当中拆除烟雾探测器，被警方指控盗窃罪。据称他是想从里面获得煤，而此时的大卫已经脸上布满了疮。
调查人员认为这是当年接触放射性物质而遗留下来的后遗症。在这之后，大卫因盗窃未遂而被判处了90天监禁。法庭记录显示，由于精神问题，他在马克姆县监狱的精神病科接受治疗，所以刑期将被推迟6个月。而再到下一次有大卫的消息时，已经是2016年的9月27日，大卫去世，享年39岁。他的死因被裁定为酒精与药物的意外中毒，与辐射无关。那故事看到这里，肯定有很多小伙伴和我想的一样，大卫闯祸之后，难道没有人注意到他在核科学领域的潜力吗？为什么不去引导他接受更系统的教育，说不定能够成为一名科学家呢？可惜人生没有如果，这个头脑聪明却爱闯祸的男孩，对放射性物质的执着已经到了无法控制的地步。当科学与疯狂相融合，谁又能保证未来的事情呢？其实从一开始，大卫对化学方面的天赋或许已经可以给人类带来不小的进步了。但是闯祸之后，大卫的世界崩塌，被销毁实验残骸仿佛抽走了他的灵魂，人生也开始走下坡路，真的是可惜可悲又可叹。那好了，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你们在少年时期有没有闯过让你印象深刻的祸呢？可以在评论区下方留言。如果你觉得视频做得还不错的话，也别忘了点赞、收藏和投币。我是正正，咱们下期视频再见吧。